我叫麦克，是名狙击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今天不冷不热，很适合出门打猎。三岛同学想出一个挑战，就是只用2把狙击打经典模式。其实我是想拒绝的，因为这种挑战对于我来说根本毫无难度，但他给出了一些好处，我只能被迫接受。想要挑战就必须先找到2把狙击，幸好 VSS 和 SKS 遍地都是，并不难找。我们一路翻山越岭，小心前行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威胁是那些飙车党们，只要尽量的避开他们的行驶路线，安全自可无忧。幸运的是，这一路上连根毛都没遇到，而胡三岛更是一倒都没倒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。人越来越少了，决赛圈即将到来，我们的双狙挑战也即将迎来最激烈的时刻。基镇方向有载具停靠，还不止一辆，说明大部分敌人都在那边。而这边石头后面也有车辆要到决赛圈了，每支队伍都非常小心谨慎。其实这才是吃鸡的真正态度，绝地求生，求生当然是最主要的。刷圈了，根据空投箱落点，我精准判断出了决赛圈的位置，迅速带领三岛向我的预测地点驶去，马上就要开始决战了。当敌人们端着 AKM4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们拿的是4把狙击，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？他们又将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？真的非常期待。没错，这里就是最后的决赛圈了。我精通五行八卦以及盘龙点穴，绝不会算错，肯定就是这里，误差不会超过3米。但来到2楼，我隐隐的发现有些不对，这里的气氛有些诡异，没有虫鸣，没有鸟叫，空气中还隐隐的有一种淡淡的火药味。我果断的掏出一枚烟雾弹，丢向前面的房子，我要试探一下，因为这种不安愈发的强烈。果不其然，房后不远发现目标，来不及通知狐狸，我迅速出手，幸好我的烟雾弹把他们引了出来，否则狐狸的第一倒就是他的。他倒下的同时，我突然又听到一声轻微的挪动声，通过精确的听声辨位，我知道有人摸到了我们楼下不远。你听，脚步声愈发清晰起来，趁还有时间，我迅速修复自身。只有狙击的我们很难防备对方攻楼，所以我需要等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并且本能向里屋跑去，想而又想的避开了致命一击。这种对危险的感知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，它来源于千百次的实战之中，总能在关键时刻让我化险为夷。但情况有些不妙，我还从杂乱的声音中听出一辆载具驶来的声音，不对，这个手雷的方向证明又有一队潜伏了过来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判断没错的话，这一队在破卡车后面，他们的加入也给我们的挑战带来了一些不可控的因素，而且先前被我击倒的那个也被救起来了，这说明我们至少被3队包围其中。有狙击手躲在树后穿了吉利服，9毫米子弹如雨点般洒落他的身上，只可惜威力太小，没能建功。又是10发，仍然没能对他造成实质性伤害。你听，后方那一队也出手了，这也许能给我们渔翁得利的机会，我必须把握好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时机。突然引擎声响起，又来了一队，我猜卡车后面这一队要倒霉了。他们瞬间遭遇我顺手拿下1分，但身后传来的急促脚步声却又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神经，他们要攻楼了。好歹在我面前竟敢如此嚣张，容你不得。这我没声音的，小心他冲来。他队友来了，但我有仇必报，不可能任他存活。这就成了淘汰王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我想尽快救援狐狸，但楼下那人如阴魂不散的野鬼一般，让我心烦意乱。想攻楼就快一些，磨蹭蹭的突遭人心烦。救起了狐狸，只剩下2名对手了，对方释放了大量的烟雾，而我们正好处在安全区最中央，这也再次验证了我选择决赛圈的实力绝不是瞎蒙。不过在窗口防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有可能被对方的延迟手雷攻破防御，所以我准备转移到屋后，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此时汽车引擎声响起，他们冲过来了，我迅速灌入1瓶杂牌饮料，但来不及了，出击！迅雷掩耳不及之势拿下一人，我以身为饵，再次闪身而出，把他送入狐狸枪口之下。瞧，这就是配合，默契的配合。我是麦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